传管令，军中雷。军中有感喧哗者，斩！一。齐军正在势头上，不如稍微等一等，看看再说。鲁军为何既不雷鬼应战，又不出阵交锋？齐军已退，是不是该我们擂鼓了？已经确阵，再次击鼓必败。击鼓！击鼓！打败齐军的时候到了，击鼓！传令，击鼓！齐师伐我攻江战，曹刿请见。其乡人曰：“肉食者谋之，又何见焉？”刿曰：“肉食者鄙，未能远谋。公与之胜，战于长寿。公将鼓之。”刿曰：“未可。”齐人三鼓，刿曰：“可以。”齐师败绩，公将持之。刿曰：“未可。”下观其者，登视而望之，曰：“可以。”遂如其事。停！即刻公问其故。对曰：“夫战，勇气也。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彼竭我盈，故克之。夫大国难测也，具有福焉。吾视其折乱，
望其其靡，不逐之。后再度与宋国联兵伐虏，又遭到拼死抵抗，只好撤兵。回国后，便终日藏于深宫，与宁臣、树雕、易牙等一起消磨时光。原以为你我共同辅佐小白，他又能做到言听计从，齐国的霸业必成。可谁知长硕遭到挫折以后，他便索性把国政全部推给了仲兄，自己成天和一般小人混在一起。我担心他从此一蹶不振，再无称霸之心了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大败之后，他不愿意见我，是因为太好面子，也是因为求成过于心切，所以一时精神恍惚。仲兄整日忙于国政，恐怕对易牙、树雕这般小人有所不知吧？我知胞兄为人正直，不容瑕疵，这固然可贵。但是水清则无鱼啊，若不能藏污纳垢，岂不是？那个树雕原本就是小白的性同，只因苦于不能进宫，便自断其根。还有那个厨子易牙，只因小白说没有尝过人肉什么滋味，便将自己3岁的儿子杀了，做成了蒸肉来讨好小白。长硕之败乃是肌肤之伤，只要休养生息，不日可愈。但他若从此一蹶不振，整天和这帮小人混在一起，齐国的霸业何日可成啊？你我岂不成了欺君误国的罪人了吗？请胞兄陪我宫里走一趟。快！我听人家说，君出令，臣奉命。国君既然不愿意见相爷，干嘛什么事情都交给他呢？张口重负，闭口重负的。国君是一片诚心，可是人家外人还以为咱们齐国没有国君呢。重负对于寡人，就像是臂膀之于身体。我这个身体因为有了臂膀，才可以称之为身体。我这个国君也因为有了管仲，才可以称之为国君。哼，
你们这些小人懂什么？我自觉无言，去见仲父。启禀国君，仲父求见。改日吧。仲父说，如国君不见，便在宫门口站着不走了。你们下去，下去。宣仲父。是。宣仲父觐见。仲父，这是长硕之败，责在管仲，请国君收回管仲的相印。不，长硕之败，罪在寡人。仲父本不同意伐虏，是寡人一意孤行，才有今日之败。不，长硕之败，责在臣下。不，责在寡人。不，国君，请收回管仲的相印。难道仲父真的不肯原谅寡人吗？长硕之败，责在管仲。为什么？因为管仲有私心。当时鲁为弱国，又劳师远征，我军只要严阵以待，不需多久，便可不攻自退。但我观国君有意炫耀实力，又怕劝阻会受到国君的猜疑，便违心的迎合了国君。身为相国，不为社稷着想，当然不配带此相印，请国君收回相印。寡人羞于见到仲父，务请原谅。不能这么说。国君不计涉钩之恨，而且用人不疑，真乃千古一人呐。国君，刚才您的这番话，我们在门外全听见了。齐桓公自持奉天子之命，不带一车一兵，因而此次会盟又称伊商之会。8国只来了4国，仅及半数。这会盟是不是应该改期呀？不可以。古语说3人成众，如今赴会者已有4国，不能说不是众了吧？可如若改期，便是缺乏信用。可明天就是会期了，如果鲁正曹魏仍然不来，我们的会盟还进行吗？北杏之盟是春秋以来第一次由诸侯主持的会盟，虽然来的国家不多，却开了历史的先河。此后，
会盟与征伐一起，成为春秋时代诸侯争霸的显著特征。但是，这种带有强制性的盟誓，往往歃血未干就被各怀一志的诸侯随手弃之了。小白奉周天子之命，在北杏与助公会盟。今要公推一人为盟主，以使权有所属，然后号令天下。太后意下如何？论爵位，宋为公爵，齐为侯爵，有等级之分。论实力，宋弱齐强。宋公一跃新立，靠的又是齐侯请命于周天子，实在难呐。还是推举齐侯吧。周天子命齐侯召集这次会盟，应该推举齐侯为盟主。程侯所言有理。好，还是推举宋公吧。齐侯就不必谦让。齐侯妄自尊大，假借天子之命调遣诸侯，身为一个侯爵，居然敢越位主盟。我若服从了他，将来不仅疲于奔命，也等于降低了名分。此次会盟，8国来了4国，说明齐侯还不能号令诸侯。他称霸对宋国也只是祸，不会是福。4国中，只有国君是公爵。国君若不服从，陈、蔡、朱3国自然解体。况且，国君到此来，不过想确认在宋国的君位。眼下，会也开了，盟也结了，还有什么可等的呢？国君，宋公被会逃走，应请命于天子，由王师讨伐。国君不擅自追捕，不合义理啊！那就即刻派人去成州向周天子请命。大可不必。哼，我们好吃好喝好招待，又筑高台又发誓约，他们可倒好。一个个想来就来，想不来就不来，来了的也偷偷的溜走。真不知道谁哄着谁玩呢。宋公逃会自然应该讨伐，然而有比宋公逃会更该讨伐的。谁？鲁卫郑曹4国公然抗命，不来赴会，应该讨伐。哼，鲁国在这4国之中带头抗命，更该讨伐。正好报一报长硕之仇。应该怎么做？请仲父赶快告诉我。要想征服鲁国，必须先讨隋国。隋国？隋国是鲁国的附庸小国，又曾经对国君无礼，只要以重兵压之，隋国必灭。隋国灭，鲁侯恐慌，必来与我求和。鲁若服我，再移兵宋国，就可以跟他算一算今天逃会的这笔账了。仲父，别再说了，请上车吧。
我不能让这个台子白建。不，再建就建一个更大的。臣再谢天恩。齐桓公在贤臣梁相辅佐下，经几十年奋斗，以无可比拟的文治武功，一步步走到了霸业的顶端。然而，月满则亏，水满则溢。再往前，就是下坡路了。能与国君同乘，臣万分荣幸啊！师父，今日只有你我二人，就不必再称我国君了。我跟随师父已经几十年了，没想到霸业发展到今天，竟然能够威慑周氏，使周氏按照诸侯的意志来确定天子啊！臣听说，明主贤臣大都是虽乐而不忘其忧的。臣愿国君不忘40年前逃出齐国时，看见贝丘山离宫大火的情景；愿管仲不忘离开鲁国时被关在囚车里的情景。臣更希望自己不忘因为疏忽而在长硕遭到惨败时的情景啊！是啊，如果寡人和众大夫都能做到不忘，那真是齐国的社稷之福啊！啊，突然想起一件事。哦，仲父就这样躺着听吧。国君恩准，臣就失礼了。此次周氏因嫡庶不分，长幼无序，险些酿成大祸。若不是仲父及时提醒，殃及诸侯，引起天下大乱，后果真是不堪想象啊！国君是不是想起6位公子当中，至今尚未确立继承齐国君位的人？我这6个儿子，没有一个正室所生，全都是庶出，又有私党。将来一旦我死了，他们很可能因为争夺权位而互相打起来。如果传位给公子无亏的，无亏为君，必乱国政。那传位给公子昭，只怕无亏不服啊。这
莫非仲父想起了什么事情？臣想起当年一箭射中国君带钩的事儿。葵丘大会之后，齐侯自认为受命于天，功盖天地，宫使、车辆、服饰、宴席，样样比周天子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兄一定也是看在眼里了吧？其实，齐侯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不能去封泰山，善良负善，在称霸之余上受到了压抑，所以无心再约束自己了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回到临淄后，我营造三柜台，也奢侈享受起来。本想这样做，能为齐侯分担一点国人的不满，可兄看不惯，也不信我的解释，你是永远也不会原谅我了。仲父之机，日甚一日，没想到竟至于此。请仲父告诉我，仲父之后，寡人当将国政委以何人呢？可惜啊，能及相国之任的宁戚已经先我而去了。寡人想交给鲍叔牙，不知仲父之意如何呀？鲍叔牙是个君子，但不能委以国政。为什么？鲍叔牙爱憎过于分明，这固然是他的长处，以此律己可以，责人则不可以。主若主持一国之政，这种长处就变成短处了。那熹朋呢？熹朋身有暗疾，也将不久人世了。什么？那开方怎么样啊？国君即使不问，我也会说的。易牙、树雕、开方三人，国君切不可再亲近他们了。开方是魏国的公子，他宁可放弃百乘之尊，跑到齐国来当寡人的臣子。前年他父母去世了，他都没有回到魏国去奔丧。这不正好说明他爱寡人胜过爱他的父母吗？人情之爱，莫过于父母。父母尚不能亲，
怎么能亲国君呢？那易牙怎么样啊？易牙，充其量只是个厨子。记得我曾经跟他开玩笑说，不知人肉是什么滋味。他回去就把自己3岁的儿子给杀了，做成了一盘蒸肉。这不是他爱寡人胜过爱自己亲生的儿子吗？人情之亲，莫过于儿女。连儿女都不亲的人，怎么能亲国君呢？开方易牙都不能用，那树雕总可以吧？他自宫切断了男人的性命之根，来侍奉寡人，这总可以说爱寡人胜过于爱自己的身体吧？人情之重，莫过于自身。连自身都不爱的人，他还能爱谁呢？仲父不必生气，这3个人我不用就是了。仲父既然这么讨厌，这么痛恨这3个人，怎么从来没有跟我议论过呀？臣虽不说，却如提防一样，时时地防着他们。可现在，我这个提防就要不存在了。这3个小人，很快就会变成横流之祸，泛滥成灾的。齐国是国君的齐国，臣拜托了。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：鲍叔遂进管仲，管仲既用，任正于齐。以区区之骑在海滨，通获积财，富国强兵，其为正也。善因祸而为福，转败而为动。齐桓公以罢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管仲之谋也。我们3人，一来报喜，二来报忧。有话就直说吧。啊，鲍叔真是个爽快人。是这样，仲父死后，席鹏接仲父之后拜相，可不到1个月，他也死了。现在国君只有请鲍叔出来担任相国了。本来嘛，仲父死后，齐国的相位理应由鲍叔继承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也是
众望所归嘛。是。可是仲父他偏不同意，所以拜了席鹏为相。我们特来报忧。管仲自己快咽气了，国君请包叔来接替他，他就是不同意。明知道席鹏身上有暗机，活不了多久了，偏偏推荐给国君，这不是拿齐国的社稷开玩笑吗？啊，是吧？是。我的能力有限，要辅佐国君称霸诸侯不行，但是要驱除奸佞，则富富有余。如果哪一天我真的拜了相，你们可就在齐国的宫里待不下去了，非让我给轰出去不可。包青就不要再推辞了。臣能多活几年，是臣的大幸，但却是国家的不幸啊！包青，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。臣的长处与短处，国君是最清楚的。若非要拜臣为相，臣不敢不从。只是用贤勿先除恶，请国君罢黜易牙、树雕、开方这3个佞臣，从今以后不许他们再跨进宫门一步。这仲父也曾这样说过，可是他只是说不让他们3个从政，并未说一定要轰出宫去啊。管仲是一代贤相，能藏污纳垢，但是臣不行。那寡人依从就是了。哎。他离不开咱们。谁？国君呗。你想想，这么多年了，哪天他不得让你陪着他玩儿啊？让你陪着他睡，喝我给他做的8珍汤。现在，这一切，说没就没了，我就不信。启禀国君，
有一名医秦越求见。什么名医呀？哼，据说此人有起死回生之术。哎，人死就死了，回什么生？此人就是名叫扁鹊的名医。哦，就让那个扁鹊进来说话吧。国君，病得不轻啊！寡人何尝有病？国君的病已经越过肌理，进入血脉，我看很快就要病入膏肓了，不可不治啊！来呀！哼，扁鹊我行医多年，如此会稽技艺之人，我还真第一次见。行医之人大多喜功，常把无病说成有病，治好了立刻扬名。说穿了，先是沽名钓誉，然后图财。国君如此看待扁鹊，他不合适吧？要说有病，我的病在这儿，心病。薄卿，你来治寡人的病吧。鲍叔牙可没有扁鹊的手段。国君说笑话吧。只要你同意让这3个人回来，我的心病就治好了。国君难道忘了管仲的遗言了吗？国君如此不听劝谏，是要置齐国于何地？齐国是寡人的齐国，不是你鲍叔牙的齐国。
扁鹊不辞而别，说明他活不了多久了。下手干吧！易牙等人编造谎言，不许任何人与齐桓公相见。3日后，见齐桓公未死，又将其身边左右之人一律轰出宫去，并于齐桓公寝室周围筑起3丈高墙，使内外隔绝，只在墙下留一小洞，早晚另一小内侍钻入，打探桓公的生死。但是，一天天过去了，齐桓公仍奇迹般的活着。谁呀？是我，宫女言和。国君是不会知道我的名字的。每天晚上，我都在宫里给国君把灯点上。言和，国君，言和，有粥吗？我饿。这种时候，哪还有粥啊？热水也行，解解渴。热水也没有地方找。为什么？易牙输掉作乱，先把守住宫门，不许人进，后又筑起3丈高墙，完全隔绝了内外，哪还有吃的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妾因受过国君的一次宠爱，所以不顾性命越墙而进，只是想亲眼看着国君最后是怎么瞑目的。仲父，我有3个妻子，6个宠妾，10几个孩子，现在没有一个在我的身边，只有你给我送终。我真后悔，平常怎么没有厚待过你。国君请自己保重，万一有什么不幸，妾愿以死送之。
不能就这样死。你快出去，出去找十四招，让他领兵打进宫来。你告诉他，就是打不赢，也要留条性命。且出不去了。出去，从那个洞出去。洞外有兵，妾要是出去，就会死的。去呀，去呀，去呀！我求你了。那好，我去。我去。快去！快去！燕儿，齐国，我的江山，我什么时候欺骗过你吗？齐国，你在哪儿啊？公子们口称同是先君骨血，江山大家有份，于是各占宫殿一角，彼此虎视眈眈。一时朝中成敌国，路上绝行人。直到齐桓公死后的第67天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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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齐桓公名小白，继位于周庄王12年夏，死于周襄王10年冬。在位43年，终年73岁。齐桓公死后，齐国陷入诸公子争利的内乱。
一向胸怀大志的宋襄公，以为这是填补霸主空缺的大好时机，于是出兵护送逃亡在外的齐公子昭回国继位。齐国民心思定，宋襄公兵不血刃开进临淄城，唾手而得的成功使宋襄公觉得，他就是继齐桓公之后奉天承运的又一霸主。既然自诩为霸主，当然就少不了会盟约法。出世锋芒慎之又慎的宋襄公，只选了曹、朱、滕、曾4家小国参与会盟，却不料滕侯迟到，曾国干脆不来。宋襄公微怒之下，囚禁了迟到的滕侯。等曾国国君吓得匆忙赶来时，没想到却被绑上了祭坛。曹伯，曾子乃一国之君，就拿他的头祭河神，未免有点太冒犯了吧？这不能算冒犯吧？当年武王不就是斩下商纣王的头祭了神，才得天下吗？就算不是冒犯可也太霸道了。哎，郑公，这不给违反会盟日期的人一点厉害看看，怎么能使天下归心呢？事缓则用德义，事急则用武威。先霸主齐桓公用管仲治国，20年方成霸业。寡君的宋本非大国，可等不了这么久哦。曹伯，宋公，寡人曾当面向齐桓公请教过会盟称霸的道理。齐侯对我讲过2个字啊，你可知道是哪2个字吗？哪2个字啊？仁义。国君可眼听臣一言。说吧。目前齐越已衰，实力最强的还是南方的楚国。郑国、山东鲁齐、陈蔡和一些小国都用卑辞厚礼去讨楚国的好。听说连曹国也偷偷的去了。是啊，这么一来，中原就更不可一日无主啊。臣斗胆再进一言。什么？我们何不也派人去联络南蛮的楚国？我们宋乃堂堂公爵呀，怎么能去跟一个自称为王的南蛮子去联合啊？况且楚国对于中原虎